大家都羡慕我有个特别有情调的男朋友，他也总是会想尽办法给我所有女孩在爱情中梦想的一切。无奈我们感动彼此是彼此的过客可是如今我不想再活在这些虚无缥缈的浪漫里，我只想要一个现实的家。为什么他连这些都不能满足我呢？如果不肯娶我，就放我走吧。看起来一个女人把自己所有的幸福都放在了一个男人的手里，这个男人值得依赖和依靠吗？这个辨析工作交给我们4位老师，让我们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刚25岁，来自大理，自由职业；女嘉宾小倩25岁，来自楚雄，是一名护士。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这男人很浪漫，对吧？浪漫的都让我觉得不靠谱了。好，我怎么就让他不靠谱？这我就不懂。好，一会儿我们听他慢慢说嘛，好不好？谁能告诉我你们怎么认识的？我是在马路上遇到他，然后是属于那种一见钟情，故意上去搭讪，然后要了他的联系方式，假装是认错人这样的。哇！然后私下跟他聊天，聊得很浪漫，他也很投入，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坠入了爱河。哦，我当时觉得就认识他的时候吧，他就是一个特别有理想的人，然后平时的话他喜欢听听蓝调，看看话剧，然后我觉得他平时吧都特别细微，然后比如说我跟他一块去吃饭吧，他都每次都给我拉椅让座，开车出去的话他每次都会为我拉车门，去高级的西餐厅，他每次的话都会给我额外的惊喜，为我准备漂亮的晚礼服。之前我觉得真的他特别浪漫，然后对我特别好。哦，行。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怎么说，现在我不想要这样的生活。你怎么就不想要？你还好意思说你现在没有经济来源，整天游手好闲的你。我不是开个画室。开画室是吧？你开画室，我是不是拿钱给你了呀？对啊，我拿了3万块钱给你去开的画室呀。我也在努力啊。那你说吧，那好不容易就来了几个客人是吧？然后你觉得你跟他们聊得嗨了，你就直接把那画就给送给客人，你当时想过吗？生意本来就不好，然后每天都在亏着，我现在连房租我都交不上了。我送他人画也是一种经营的方式啊，我是希望能交到更多的朋友，为以后的成功之路铺上坚定的基石。我的理想比较远大。对，你的理想然后你知道吗，主持人后面这次倒了之后，他就说还要开一个服装定制，然后我当时想，我说那个服装定制是吧？画廊作败了是吧？对，然后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我觉得我应该支持他，我就当时支持他了，然后我就拿了4、5万块钱给他，然后他就开了一个但后面是怎么样呢？他整天嘛就游手好闲的，不务正业，然后3、2天的都没人眼。你学什么的？学艺术的，小的时候是学画画的，然后进入了大学学了服装设计。哦，这个应该是你的本行。这怎么会做不好的呢？我没有做不好，他都是胡扯的。你还好意思说是吧？然后你看看屋里面像店的样子吗？都乱七八糟的。这个定制工作室现在还在吗？现在已经没了，主持人都已经开倒了给。哦，也没了。他已经2次都这样，都开倒了给。啊，等于你给他出了前后投资了7、8万，开了2家店都开倒了是吧？对。这2家店你投资了吗？我投资了。人力高，你看他说的这个，行。每次他遇到这事的时候吧，然后他就跟我说，我需要时间了，我需要什么了，就摆一大通这些东西出来给我。每个人创业都需要时间啊。开店你需要时间是吧？对。然后你结婚什么你都要时间，你之前你还跟我求过婚，你还记得吗？这个你觉得那么浪漫的一个场景不适合求婚吗？不，结了吗？求婚之后，他说结婚，然后我推辞。哦，你看他就这样，他都在忽悠我，让我觉得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的过生活，我不想老是这样。我觉得我真的太累了。他什么时候向你求的婚啊？大概就6个月以前。等于婚期已经拖了半年了，是吧？对。我是觉得现在我们没必要结婚啊，现在我们还年轻，对吧？
还有很多憧憬，我们应该活在当下，干嘛一定要走入婚姻的殿堂？一旦走入婚姻的殿堂之后，我们就会被婚姻给束缚住自己。那你干嘛跟他求那婚啊？你说这个不结婚是吧？我觉得当时我真的可以，我可以慢慢的等，但是后来呢？后来我等不了了，后来我都怀孕了。怀孕现在不是没了吗？孩子，你这样说，你简直就是一个混蛋，知道吗？孩子怎么没的呀？当时吧，我知道自己怀孕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了这事，然后说了吧，当时他吧就感觉什么都不在乎的那样，那种表情，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说你就把孩子给做了吧，他就这样丢了一句话给我，然后甩门就去了。然后后面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吧，然后打了好多个电话，然后人也不回家，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他都已经向我求婚了，然后我说现在都怀孩子结婚了，他又不同意，实在没办法了，我当时就一个人去的医院，然后等我把这个事情吧都已经处理完了，然后我打电话给他，然后他才回家，他回家之后吧，他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我听说她怀孕之后，然后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了这个孩子，但是现在以我和她的能力是无法抚养这孩子的，就是有了这孩子也是对孩子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我觉得我们，那你这样你就是负责任吗？你这样做你就负责任吗？那姑娘，我问问你啊，你们俩交往期间谁花钱花的多呀？一直都是我在花钱，你前后跟他发生了多少经济往来？加起来已经是20多万左右了。那些钱是什么钱？平时他所说的浪漫啊之类的钱都是我出的，但我今天来这，我觉得我不在乎钱了。我觉得啊，那你要干嘛？我可以不在乎钱，我就想告诉他，我就想平平淡淡的、平平稳稳的过日子啊。我在资料当中看到说，其实你们还有买婚房的打算，但是你把钱都拿走了，是吗？对对对。你拿了多少钱走？是这样的，主持人，他求婚了之后，我就说打算去买婚房，然后他就说他不同意。我跟家里面拿的钱，然后我就把那钱嘛就给存到那个卡里面去了。过2天嘛，我就发现我这钱怎么就没了。我当时我就真的急了，我就跑回去，我就问他把钱都哪去了呀？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我那个朋友做生意呢，合伙，我那个钱拿去投资了。后面我遇到他朋友吧，然后他朋友就跟我说没这回事呀，他说他好像是说是怕你要跟他结婚，你在逼婚，然后他就把你这钱给藏起来了。姑娘，就这个男人要娶你，你还嫁吗？我是爱你的，真的，我是一心一意的对你，我毫无保留的对待你，真的。你回答我问题，姑娘，就是今天他说我娶了你，你嫁不嫁？你能娶我吗？今天？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你看他现在到现在他都这样说。哎，你家庭经济条件是不是挺好的？还可以。哈哈，哎，你对人家好吗？我对他挺好的，他也知道。就是你给我举一个好的例子行吗？行，他上一次他说他要去看海，对吧？啊，然后我立马打电话约他一起去，他又告诉我他上班，他没时间去，他去不了。然后我就一个人去了，从昆明去到大理，然后给他拍了视频。还录到了海风，给他回去的时候还带了海沙，然后他也挺幸福的。你有想过吗？我们现在是什么经济条件？现在是什么生活呢？你有想过以后要怎么生活，以后要怎么过吗？我觉得我们活在当下就好啊，我们干嘛要留那么多的钱？我觉得钱这个东西，对吧？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有了就该得花。哎，那个钱哪儿去了？到底是你藏起来了，还是你花了？我把它就是先拿到我手上，对吧？然后我想花我就花，有的时候我也会为他花钱。那是你的钱吗？哎呀，姑娘，我问你，他今天要娶你，你嫁不嫁？他现在就没这打算。我问你呢，你看他这阵势。我问你呢，他今天要娶你，嫁不嫁？我嫁。这就是气人的地方。你们看看怎么办吧，四位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姑娘，想问你啊，我们为什么要谈恋爱？谈恋爱的话是为了以后准备。我觉得我是一个踏实的女孩子，
我跟人谈恋爱，我觉得我的目的是出于首先是跟别人结婚的，不是那种好闹着玩的。你的目的，谈恋爱的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跟他要结婚，以后有一个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宝宝，对吗？对。那你觉得这个男人他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吗？我觉得他只是暂时的不理解的，他会改的。为什么会相信他？因为我觉得他对我的好吧，我觉得再也没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对我那么好了。我告诉你，我在这个整场上听你们的描述，我没有看到他一点是为了为家庭的一些责任。他现在所有的都是为了他自己在很高兴的谈恋爱，包括他在说为什么跟你那次求婚，他是因为时间对了，环境对了，很浪漫的氛围对了，所以我要跟你求婚。但是他理解的这个求婚不是要负责任，只是当时感觉对了。所以姑娘，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看清楚他到底现在是个怎么样的人，并不是你对他有期待，然后他就会像你期望的那个样子，就变成那个样子，明白吗？小伙子啊，一段浪漫的爱情，我想任何女生都需要，也都非常想要，但是先把这个工作能赚钱的赶快想办法，然后才有资格谈恋爱，好吗？不能让你心爱的女人一直在这为你花钱呀。姑娘，小时候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你活在童话里呢。你想想，支撑你和他走到现在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你现在还有钱供他去浪漫。一旦你没有了，他没有这个能力啊，没有挣钱的能力啊，只有花钱的手段。而且你听见没有？就是他把你的钱，准备买房的钱拿出来之后，妈，我随时搁在我这，随时我想花就花了。而现在之所以你走到这个舞台上，是因为什么呢？你发现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已经不喜欢自己的那种感觉了。你已经开始觉得自己这个人不靠谱。我觉得他现在他变了，直接。他没有变，他一直还是那个样子，而变的是你。你开始清醒，你之前还是在童话里，现在你变了，因为种种的事实你变了，你已经慌张了，你已经觉得不对了。你觉得为什么你承诺的事情都没有？为什么我为你生了小孩，你就这么一点都不顾你的身体和你的感受，就这么轻描淡写的就过去了，没有任何的关怀。你还要妄想说你娶我你就嫁给他吗？你还要继续这个噩梦吗？现在就是你梦醒的时候了。梦醒时候再回顾你们之前在一起的，你们都在做什么呢？你们只是在玩闹，两个不成熟的小孩在一起过家家而已，但那不是爱情，至少不是你现在要的爱情，而现在可能还是他要的。因为不用劳动，只要浪漫，只要为你开车门，只要下车的时候为你打头，只要给你去营造一些晚餐，甚至于场景对了，我还要那种场景，看他说话的姿势都是那种自己陶醉自己的那种感觉，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想求婚就求婚，说不结就不结，想要孩子就要，不想就不要。这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幸福的男人，是时候跟他说再见了。还是那句话，再见之前呢，我们现实一下，接接地气，拿了多少吐出来，明白吗？我现在就想要一份平淡的生活，这个钱这个男人这个钱我可以不要了。为什么不要？姑娘，你花在你们两个一起这些生活这么长时间身上的费用是哪儿来的？20万，基本上都是我家里面的。那你有想过你父母的感受吗？你把他们赚来的钱花到了这样的人身上，他对你好也可以，结果是什么？你还要想嫁给他，你还原谅他。我觉得你现在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什么？一个女孩，你首先要懂得自爱，你连爱自己都没学会，你有了孩子，他有责任，但是这个最大的责任应该是在你自己身上。你连自己都没有保护好自己，你要求别人对你负什么责任？你想没想过你妈妈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你想过，那你就今天站到这里，你应该更清醒。你把钱还人家，知道吗？你还站到这儿振振有词的，一个女人都怀了孩子，去医院你都不去，你还谈浪漫。再问你一遍，你还嫁给他们？你要是说如果他娶我就嫁，那我就懒得废话。你说呢？我可以考虑一下吗？哎呦，谢谢你考虑哈。你嫁不嫁这事儿在我这儿特别重要，它决定了能不能气死我。
其实仔细想一想前因后果，从你们认识到今天站在这个台上，谈什么爱情，谈什么浪漫，赤裸裸的交易，买张门票去看秀，上半场免费，下半场加价，看着看着看过瘾了，要跑上舞台跟人家结婚，人家说不行，要么你再加点价，对不起，我加不起。所以到今天就到这儿来逼婚，不就长得帅一点吗？什么绅士，什么浪漫？浪漫如果有责任作为基础，那是生活的调剂；浪漫如果没有作为责任的支撑，那就是温柔的陷阱。如果他长成我这样，你今天还嫁吗？你还逼着要嫁吗？如果像我这样的男士长成我这样，给你开车门，给你挡头，给你倒红酒，你还会有那么惬意吗？说白了，你比他好不了多少，你不过是一个吃着家里拿着家里的寄生虫和一个非常肤浅的好色分子，所以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别哭，别流泪，别觉得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你是买了门票的，你现在买不起了，你要把秀变成真实的，无疑是在自欺欺人。所以说，无论是从自尊，从道德，乃至于从一个人的智商上，你都不配谈说爱，你不配。男生啊，我跟你说个原则，浪漫浪漫，你一个人就算了，别蔓延到别人身上。你可以选择浪漫是一种人的行为方式，但是你不可以在浪漫的同时吃软饭，拿别人的用别人。你口口声声谈爱，你让他一个人到医院去做流产，你连赔都不赔，请问你的爱在哪？不想结婚也是每个人的选择，没有问题，说清楚。你想结婚，对不起，我满足不了你，我完成不了你的这个愿望，我走。至少我还能够存在于一种对你作为男性的尊重，至少你敢做敢当嘛。但可是这3点你都没有做，你表面上文质彬彬，吃别人用别人的，你表面上说我要做一个独婚的，或者我现在不想结婚，你又偏偏要跟人家求婚，你不耍流氓吗你？我说的没错吧？每个人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人，可以选择浪漫，可以选择踏实，可以选择不要孩子做丁克，是吧？也可以选择子孙满堂，可以选择独婚主义，也可以选择跟爱人好好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1是1，2是2，别说着这套做着那套，那就叫衣冠禽兽。最后我没有什么别的好说的，我只想说浪漫是必要的，但生活的实际更加必要。真正的浪漫是什么？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姑娘，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非嫁他？假装街上邂逅，哪来那么大勇气？这不是你第一次在街上跟姑娘搭讪吧？这是不是传说中的碰瓷啊？没有，这算一种啊。哎，你不是第一次在街上跟姑娘搭讪吧？他绝对不是第一次，你第一次能那么熟练吗？你怎么好意思就上去要了电话呢？哎，你也特奇怪哈，就给了。我是帅吗？我是假装认错人因这样的。为我觉得我当时看着他特别老实的那种，是吧？哇，我看老实好不好？哎呀，全部是伎俩和手段，有哪一部分是用了真心的？姑娘，赶紧醒醒吧！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我是爱你的，你也知道，原谅我吧。我下面我会好好的改，我会努力工作赚钱养你，相信我，我爱你。你确定你一定能改吗？能。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拿你的钱啊各种，我会努力的去赚钱，然后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你能发个誓给我吗？他太能了，他就擅长这个。我发誓，我爱你，我要娶你。
看你这样，我还是先溜了吧。请亮灯，哈，都别生气了，都别生气了，生什么气啊？不，也别溜，我们应该祝福他们。如果他们在一起，记住我们的那句话吧：彼此相爱，为民除害。不想做流氓，就今天重新做人；不想做个傻姑娘，就聪明的走开，忘记重新开始，就 OK 了。两位，请回吧。好，谢谢各位老师，谢谢主持人。哎呦，别玩假了，走吧。请关门。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不愿意看到，但是很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吧。5、4、3、2、5、4、3、2、1，请开门。就是爱你，爱上你，有悲有喜有你。我觉得刚开始我想了很多，就想了这几年以来我们的点点滴滴。我觉得只要你能改过自新的话，我会改的。我还是愿意给你一次机会。我会改的。来，两位请到中间来。兄弟，记住自己说的话，记住，好好对这个姑娘，好吗？好好的对生活，别那么浮夸了，可以吗？可以。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幸福之门，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来，有请。谢谢啊！恭喜你们将获得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丝布天使之魅提供的一个精美的面膜。他们有一句广告词，其实你已经完全做到了，叫给你想要的美。希望从现在开始可以是一个新的翻篇儿，未来你们好好把握自己的生活。可以。好，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见证一下属于他们的浪漫吧。我爱你，嫁给我吧。还有礼物送给你们，我们将会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好吗？来，1、2、3，开始。停。停。恭喜获得了2500元的旅游基金啊！我希望你能把这个钱给你的父母，让他们旅个游，抚慰一下他们受伤的心，好吗？好。来，拿着这个礼物，两位请回，祝你们幸福，请回吧。